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上一期讲到职场，根据观看数据，似乎小主们兴趣都比较高。那咱们今天继续讲职场新人梅庄的重大失误。梅庄因为假孕事件被禁足，可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栽的最大的一个跟头。之前看剧会觉得背后主谋华妃太嚣张，曹琴墨太阴险，不然梅庄怎么能被害得这么惨啊？而现在的感受是，即便没有假孕事件，梅庄也会因为别的事情栽跟头。因为作为职场新人的他，犯了4个致命错误。第一，无脑奉承。新员工入职大会上，华妃姗姗来迟不说，还借着行礼给了新人们一个下马威，接着就 Q 了下比较出名的新员工，比如面试当天就仗势欺人的夏冬春，能说会道的甄嬛，还有就是汉军旗被封为贵人的梅庄。华妃怨念特别深的来了句：沈贵人好雅清，婉常在虽然穿的简单了点，但是难掩姿色，皇上真的是慧眼识珠，个个都这么出众。华妃之所以这么感慨，是因为她危机感爆棚，不过她也没想继续难为新人，接着就让他俩起身了。这个时候梅庄犯了个很多职场新人都会犯的一个大忌，她聪慧地拍起了华妃的马屁，娘娘国色天香才是真正令人瞩目，嫔妾萤火之光，如何敢与娘娘明珠争辉？没想到华妃丝毫不买账，并趁机发难。沈妹妹一张小嘴倒是挺甜的，不过说到国色天香，这不是形容皇后的词吗？这一句直接把梅庄整不会了，她愣在那里骑虎难下，真的是马屁没拍成，顺带得罪了皇后，其他新老员工也趁机看热闹。还好甄嬛能说会道，救了场。华妃酸唧唧来了句：宫中口齿伶俐之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也就没再说什么。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人都和剧中的梅庄一样，他们的认知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我嘴巴甜一些总不会错吧。我初入职场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总是拍领导马屁，但总也拍不到点子上。领导觉得尴尬，直接就和我说了，你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比较好。同事们私下也嘲讽我，觉得我没什么本事就知道讨好领导。吃了几次亏我才明白，宁可无话也别贪多，尤其是搞不清状况的时候，千万别乱拍马屁。首先你可能拍到马蹄上，其次对方不是傻子，你这样无脑夸会让对方很尴尬，最后对方或许是你的敌人，你拍了也是白拍。第二，轻信领导画的大饼。新人中梅庄最早侍寝，用她的贴身丫鬟的话说就是赵姓的最多不说，赏赐也最多。不仅如此，皇上还提出让梅庄学着点管家的事，放到现在的职场环境，就是暗示你要给你升职啊。接着皇上就开始给梅庄画起了大饼，先夸赞她聪明识大体，并给她加油打气，一点一滴留着心便会管了。之后更是暗示梅庄，皇后身体不行，华妃性格不行，就你行，你性格稳重能担此大任，我看好你，别让我失望啊。新人梅庄没有丝毫怀疑，像极了刚入职场的我们啊，以为领导真的欣赏我们看好我们，被夸了2句之后就更加卖力工作，甚至被领导当枪使。皇上之所以画这个大饼，其实是把梅庄推出去当枪使，主要是为了制衡日益骄横的华妃。梅庄当真了，巴不得想要露一手，甚至当着皇后的面提出了绿豆汤改革。皇后当然不满梅庄的过分表现啊，看看她是怎么给梅庄穿小鞋的吧。酷暑来临的时候，各宫各处的宫女太监们有一份绿豆汤福利，用来解暑的。这笔开支不小，1个月有960两。梅庄就说每日宫里的份例都用不完，不如折成现钱分给大家，这样省了开销，而且人人还有份，大家也就不用抱怨了。梅庄的初心的确是好的，站在公司的立场上考虑问题，还提出了解决方案，只是他终究是太单纯了，太理想化了。首先他就得罪了皇后，皇后是他的顶头上司，领导都没说话，你一个新人怎么能替领导做决定？怎么就显着你了？就你懂，就你聪明。果然皇后在背后摆了梅庄一道，先是吩咐让御膳房减少各宫各院的福利，都吃素菜，而且他做表率，顺便把华妃齐妃拉进局中。
并且说这份功劳和苦心他可不敢抢。其次加重了华妃的不满，因为皇后把华妃拉进了局中，皇后太了解华妃的脾气了，一贯铺张浪费惯了的，突然间福利待遇大幅度下降，华妃肯定不乐意。本来华妃之前就因为眉庄分了她的宠爱而生出不少怨气，这回华妃的怒气值都满了，还没协理6宫呢，就学会拿着鸡毛当令箭了。接着提出给宫里的宫女太监们贴补点油水，借机刷一下好感。就是这波操作得罪了一大波宫女太监，一共就那么点福利，现在好了，这点福利都没了。说是折成现钱发到个人手里，但真的能到自己手里吗？大概率会被上级克扣的。宫女太监们虽没什么地位，但她们要是心生怨气的话，交代下去的差事也就办不好了。看到这都替眉庄着急，她的一个举措得罪了一圈人啊，抢了领导风头，损害了同事的利益，得罪了一大波底层员工。放到现实的职场，这样的新员工不被挤兑走，也分分钟被边缘化啊。要命的是眉庄还不知道。第三，急于求成。后宫女人最主要的业绩指标是为皇家开枝散叶，绵延子嗣，这点谁都懂，眉庄也懂，但她错就错在太过着急了。她太想表现了，太想证明自己了，太想做出业绩了。前面刚提出绿豆汤改革，这回又研究赶快怀孕。她的做法竟是直接找太医软硬兼施的药方子，而且这个方子还得是能得男孩的那种。最要命的是这个太医江澄，他有个弟弟江慎，是照顾死对头曹贵人的太医。甄嬛一直提醒他，他却信誓旦旦地说没事。之后就是轻信太医刘本的话，对他言听计从，这也直接导致了他被算计。放到现代职场上，急于求成的人也很容易被利用和算计啊。其实在贾孕事件之前，眉庄也不是没栽过跟头，比如开会迟到被华妃扣工资，比如在华妃宫里被推进千里池。或许这些跟头不够大，他只知道怨恨华妃，却不思考事情的本质。他不知道华妃为什么那么针对他，也不去想是谁把他推上风口浪尖的。直到他栽了大跟头，才大彻大悟。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可要引以为戒，千万别犯这种错误，得不偿失啊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